大家好，我是 Masa。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温暖的日本家庭料理，它叫味噌汁，中文是味噌汤。那这个味噌汤其实大家都认识，全世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汤就是用的味噌来做的汤。那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技术。就准备这个高汤，然后喜欢的材料放进去，然后加味噌就完成了。但是发现很多各位想要知道怎么做，那这次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因为这个味噌汤是简单是没错，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顺序，然后调味是什么时候可以加进去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会介绍一下，然后可以做出来很好喝的味噌汤。好，那我们就开始做。好，那味噌汤里面可以加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定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加进去。本来是家庭料理，然后味噌汤是一个很方便的料理，就剩下还没用到小片的蔬菜之类就切一切，然后就可以做成很好喝的汤。味噌汤里面常会加进去的就是这个わかめ。海苔芽，然后这一次我会用这个冰箱里面有找到白萝卜，像这个白萝卜的屁股，之前我有介绍过，就是整个白萝卜哪个部位是甜，哪个部位是苦的，剩下这边做味噌汤也很适合的。然后接下来豆腐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种类都可以看你要用嫩豆腐或者是板豆腐都可以。那如果你要加像油豆腐、炸过的豆腐也是 OK， 先过热水，然后再切，这样的话你的味噌汤不会有这个油的味道。那我这次我是用这个嫩豆腐。如果你是用像这种嫩豆腐的话，它容易碎掉，所以我通常会手上切。那这个动作如果不习惯的话，当然可以在砧板上面切是 OK。这个都看各位的方便习惯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像跟我一样手上切哦。这样子切，然后我通常会就直接放在锅子里面，这样的话动作比较顺。但是直接放在锅子里面的话，还是会碰到你的手上，不是那么安全，所以我还是先这样子切，放在容器里面。然后现在就开始加热，那哪一个是先加进去？像这种白萝卜是可以现在加进去，然后开火。如果大家不知道哪个蔬菜是可以先加进去，或者是要等到水开始滚然后再加进去的你可以看它是在哪里长大的。如果是土里面长大的，大部分的蔬菜都是从冷水开始煮，比方说像这个白萝卜或者是红萝卜、牛蒡、马铃薯那些就是土里面长大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冷水开始煮。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熟的。然后土上面长大的，像叶子类，像菠菜，还有四季豆都是土上面长大的。那一些蔬菜是这边汤开始滚，然后再加进去。那现在就可以加味噌。那味噌是可以用什么？有很多种，白的、红的、甜的、咸的都会有。所以看你想要用什么口味，其实都可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看一下，之前我有介绍味噌怎么选。那这一次我会用这个一般容易买得到的综合的味噌，然后其他的调味料都不用加。只是有高汤，然后加很多材料的风味，然后再加味噌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汤，还要配很多种类料理的，所以这个味噌汤味道不要太复杂，所以不用加像味淋、糖、酱油之类的，因为这个就是单纯享受蔬菜，然后高汤味噌的风味。那这个加味噌时候各位要记得。先熄火，水是一直滚的话，味噌加进去，马上风味都跑掉。然后这个加进去时候，我通常会建议用这个滤网，用滤网，然后慢慢的样子融化进去。然后豆腐也是不要让它在高温，会影响到口感日文我们常会说就是斯が入る，就是豆腐里面会有一粒一粒的，就是气泡长出来，然后就会影响到口感了。所以豆腐也是后面加进去，然后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好，这样子就很好喝的样子了，味噌汤完成了。哇，非常开心，喝这个就是有怀念自己的国家。ではいただきます。就是这样，非常的温暖，很单纯高汤的柴鱼片跟昆布的风味跟味噌，然后加上这次你加的食材的风味，就是有这个3样的风味，非常有满足感。最喜欢就是这个味噌汤的这个汤淋在白饭上面，然后吃。这个小时候就常会这样子吃的，非常好吃。好，所以这个味噌汤做法真的很简单，只要准备高汤，然后有味噌，那你要加什么东西，多看各位的习惯，只要记得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面一点加进去，这个就要记得。那其他都很自由，可以做出来很好喝的味噌汤的。所以现在就开始冷，然后各位一定要喝这种温暖的汤，那大家要试试看哦，谢谢。